我是小米，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Kate 的全妆影片。好久没有拍全妆主题了。那其实 Kate 算是我还蛮早就接触的一个日系的开架品牌，然后到现在，其实我觉得 Kate 在很多那种比较偏可爱缤纷的开架的视觉印象中，它就是走一个黑色，然后很低调奢华的感觉。可是其实他们家也是默默的很多好物，所以我今天就收集了一些我之前用过的，我觉得不错的单品，然后加上他们的一些新品来完成我脸上现在这个妆容。那如果你对他们家产品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好，我现在脸上已经上了妆前保养了，那我们来上底妆。首先底妆用的是这瓶林霞机密微雾粉底液。这瓶呢，我之前有拍过实测，那它主打的特色其实就是粉饼加粉底液可以一瓶搞定，所以它有个别称叫做液态粉饼。然后我用的色号是2号，我就直接来上妆给大家看。你会发现我沾的量非常少，因为它其实用量蛮省的，然后我一点点它就有还不错的遮瑕力。你们可以比较一下，我这边没上妆，有肤色不均啊、黑眼圈，还有鼻翼泛红这边问题，这边都几乎遮的差不多了。然后黑眼圈大概也有7到8成的遮瑕力，我觉得它整体的遮瑕力是蛮好的。然后上起来的妆感是比较偏向那种微雾感。那这瓶粉底液啊，我会比较推荐给中性肌到偏油肌的人使用。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干肌的话，我会比较推荐全黑的那瓶林霞机密粉底液。那这瓶跟林霞机密粉底液我都有拍过实测，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看它的持妆度啊，或是更详细的介绍的话，你们可以去复习一下之前的实测影片。那如果你还没有用过这个的话，它最近也有推出一个迷你瓶，一样是林霞机密微雾粉底液，然后它是比较小尺寸，价格也更便宜，它就可以拿来先试用，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拿来当做旅行小号，方便携带使用。在眉毛部分呢，用的是 Kate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产品，是这个3D 造型眉彩饼。那它有2个色号，我用的是 EX5， 是比较偏深棕色的。那这盒眉粉啊，算是我接触 Kate 他们家第一样产品，然后又用了非常多年。它其实已经上架非常久了，可是到现在还是很热门，然后很多人在选择眉彩饼中，就是首先会挑到的品牌。那里面就是有镜子，然后3个颜色跟一支双头的刷子。那我觉得它的刷子做的还蛮柔软的。好，那我们先拿比较粗的这一头去混刷浅色到中间色，然后从眉头的地方往中间画，再直接沾取中间色，从眉中的地方慢慢往后拉，增加它的渐层感。最后呢，我们使用比较细的那一侧斜角刷去沾取深色，沿着我们的眉峰到眉尾去勾勒。好，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完成一个自然的眉形。接下来重头戏登场，要来分享的是 Kate 他们家新品萃选单色眼影。没错，他们家终于出单色眼影了。那其实它有个故事，就是去年日本推出了这个48色的限量眼影盘，结果一上市之后，它的口碑回馈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决定从中精选了26个颜色来推出这个单色的眼影。那这单色眼影呢，你会发现主要是以棕色系为主，然后它再调和了一些冷暖色调，甚至柔和了一些玫瑰色系，然后总共有分成3种质地，有柔雾、珠光跟耀灰。那我觉得我全部试了一轮之后啊，我发现它共同的特色就是它的粉质真的很细，细到我觉得媲美专柜粉质的等级。因为我用过还蛮多 Kate 他们家的眼影，我本来对他们家的眼影期望就很高了，然后这次出了这个单色眼影也没有让我失望。就是你仔细，你可以去靠柜试试看，你去摸的时候啊，你这样子手去摸那个粉，然后你这样子搓，几乎是没有粉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开架的眼影做到这个程度，水准真的是不得不就是竖起一个大拇指。在显色度部分呢，我觉得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点，当然它没有像欧美的口味那么重，可是其实它颜色是可以叠加去增加眼影的扎实度跟饱和度的。那其中比较深的几个颜色啊，我觉得当然会稍微一点点飞粉，可是它的严重程度不会影响到你上妆妆感，也不会让你眼下脏脏的，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另外我还蛮喜欢它一点，就是因为它的粉质很细，所以其实你不管是用刷子去上，或者是用手指腹直接去上妆，它其实都还蛮好操作。你可以单颗去完成你的眼影，或者是你可以用不同质地的2个颜色去增加你眼影的层次感。那我今天就挑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来上妆给大家看。我们先用眼影底膏来打底，那它是稍微带有点珍珠白的光泽感。在我用柔雾的32号，它比较偏向枫叶红色，去画在我的眼影靠尾端的地方。然后再用指腹去沾取这个耀灰的7号色，沾在眼皮的正中间，去增加它的亮度。最后
我用这个柔雾的26号，我去用刷子从眼尾往前画出一个7字形的这种深邃感。好，那除了我今天眼影使用的这几个颜色之外呀，我怕26色大家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所以我每个质地都选出我心目中的前3名给大家参考。然后他们最近还有做一个活动，因为它是新品上市嘛，所以它有做，如果你一次买2色，它会送一个这个化妆包，然后它是送完为止。所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看完影片之后，你有兴趣，你可以直接去靠柜摸摸它的粉质，然后试试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接下来眼线部分呢，我要用的是新品这个净化版持久一体眼线笔 X 2.0。那它总共有3个颜色，我用的是 BR2 深棕。我自己平常是比较习惯使用深棕色，因为眼神看起来比较不会太过锐利。那这支它主要的特色啊，是在它的笔头，它的笔头做的是这种纺锤型的，它其实很特别，是跟那个文具大厂 Pentel， 就大家常常用那个原子笔那个大厂联名的这个笔头。然后它好处就是它出水量是很稳定，然后笔头的弹性是很好的。其实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还蛮惊艳的，因为眼线一笔我用了非常多，可是我觉得它很好，就是滑顺的画过去，然后它又不会笔太软，可是又不会太硬到会去刺到你的眼睛，所以我自己觉得它非常适合去填补你的睫毛空隙，就是它的弹性够，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笔的粗细度也还蛮刚好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好去勾勒你的眼尾的。像我今天就是画眼中到眼尾这种细细的正常的眼线的话，你就是轻轻的往后勾勒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出水量我觉得也还算蛮稳定的。至于抗晕效果的话，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就是我用了它没有什么太眼下晕染的情形。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那种眼皮很容易出油的话，我会建议你上完眼线液还是可以用个蜜粉去在眼下做定妆，让它的持久度更好。接下来睫毛的部分呢，会同时使用这2支极致大眼睫毛底膏，还有双重记忆美睫卷翘膏。那白色的这一支呢，它算是睫毛的底膏，它是那种白色纤维，然后你可以刷上去增加你睫毛的那种丰厚度跟纤长度。然后再来黑色的这一支呢，它是比较主打自然纤长效果的。那我个人还蛮喜欢它的刷头，它刷头就是不会太粗，然后有个弧度，所以你去很好去勾勒你的那种比较细、比较短的睫毛，然后下睫毛也很好去画。可是呢，我自己觉得它的浓密感对我来说就比较不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那种自然纤长的睫毛感，或者是你本身睫毛量就比较丰厚，你只是想要增加纤长感的话呢，就还蛮适合这一支，而且它也不会晕，然后持久度效果我觉得也还算不错。在今天全脸修容的部分呢，我要使用的是这个光雕立体修容盘。那它有出2个颜色，我是选比较暖色调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它出的时候，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因为开价本来修容或是打亮产品就比较少，然后会把它这种腮红修容跟打亮集结在一盘的又更少。结果我发现它里面的上妆工具的时候，我觉得更特别，它是一个小小的粉扑，然后它粉扑背面有教学你说哦，你要怎么使用在你脸上哪个部位，所以就算你不会用打亮或修容的人，你也可以利用它后面这个教学去，就是很快的上手。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打亮跟修容都有珠光跟雾面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做使用。那首先我先用这个腮红，我去上在我的颧骨这个笑肌的地方，它是稍微带有一点点珠光色调的。再来我会使用它的珠光打亮去上在我的颧骨这个地方，用手指去上，然后会有一个线条的感觉。然后呢，我会在鼻翼这边稍微加一点点，增加我鼻子的立体度，有没有？这个光影就出来了。那像我自己本身脸型是比较凹的，所以我就不太会再另外使用修容，但是我会使用打亮去增加我脸上的立体度。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脸型，然后去调整最想要的修容，就是修饰或者是增加蓬亮的效果。那这个修容盘啊，我觉得它的珠光是还蛮服帖细致的，但是它当然不会像欧美一样，它的打亮其实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日系的打亮感，不是欧美很浮夸的那一种。但是呢，因为它毕竟是珠光，所以如果你毛孔比较大的地方，我会建议你可以使用雾面的打亮或是雾面的修容，就避开珠光的，会比较让你的毛孔不要那么的明显。OK， 最后唇彩部分呢，用的是这支调色立体唇笔，那我选的色号是 RD1。那其实那时候我在想全妆的品项的时候，我有一度跟它跟另外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高显色印象唇膏在选择这样子。那最后我选了它，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它上起来的妆感。它是做这种旋转的笔头，然后就是很好去勾勒唇形之外啊，它的滑顺度也很不错，而且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薄擦，也可以厚擦，它擦起来是妆感不太一样的。
那它其实保湿度也够，所以你不需要护唇膏打底，它就可以直接上妆。那我自己是蛮喜欢它那种自然透透的妆感。好，那这个妆容完成了，你们觉得好看吗？那 Kate 大家应该有不陌生啦，只是说希望今天借由这个全妆影片，大家可以顺便了解一些新品，或者是其他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品项。那当然，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我们就自己去靠柜玩玩，因为很多开家都有 Kate 的彩妆，然后也有很多试用品。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是说，下次小米有想看什么的全妆影片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说。那就这样啦，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